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现已上线机型数据库功能，每台新机的详细测评视频，如果你等不及，可以在这里先快速的查看机器的续航、发热、性能、帧率等等核心参数，并且还能看到这台机器单项数据的排名情况。小白在买到机器后，会在公众号第一时间更新他们的实测数据，以方便大家查询参考。小白测评数据库，做你的实时选机数据助手，赶紧扫码上车。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白问，我是小白，又有2周没有跟大家更新白问了，有很多小伙伴一直在催我们说上电视之类的啊，跟大家说一句抱歉啊，这个原因呢还是老的2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测评视频稍微有点忙，大家也都看到了，我们这个各个机型呢都会给大家更新数据库啊，还有就是更新这个测评视频啊，尤其是数据库方面，微信公众号的大家可以看到更新非常频繁。第二个就是这个很多问题呢，我在这个视频中都跟大家做出了解答，希望大家认真的去看我们视频，我们数据库就可以了。OK， 看看这2周了，小伙伴们有什么问题？干货多，屁话少，白问第15期马上开始。OK， 来看第一个问题是来自微信公众号的小伙伴 M 什么 name 你猜，小白哥，我想问一下，荣耀 V10和1+5T 该怎么选啊？最近要换什么手机，弄不懂哪个更好，跪求上电视。5T 是先给大家出的这个测评视频，V10呢可能稍微慢一点，但是呢把这2台手机各个方面的细节都跟大家说明白了。主要我觉得这2台手机，第一个就是性能调教上的差异，第二个就是颜值方面了，这是他们俩的主要区别啊。荣耀 V10呢可能颜值上面我觉得更好一些吧，尤其是这个蓝色版本确实是比较漂亮的，就是这个摄像头突出有点多。而这个1+5T呢，虽然说握持感好一点，但实在是没有性格，但是它的性能调教确实是要比这个荣耀 V10好一些的，在这个视频中呢也有体现，大家可以看一下。但是他们2个相对于自家上一代的旗舰呢，这个系统调教程度上，还包括相机方面呢，都是稍微有一点点的不成熟这个就看你是颜值控还是选择性能更好一点。好了，来看下一个问题是来自 B 站的小伙伴白 idol 吃是吧？UP 主，我想问一下，玩游戏都买高配的话，是那个魅蓝 Note 6，还是红米 N4X， 还是这个红米的5P 红米5P呢也是刚刚给大家做了这个快速体验我个人呢可能更推荐5P 一点因为这几台手机呢，首先他们2个不是全屏的，也就是不是18:9屏幕的但是这个5P 呢是18:9屏幕的。怎么来说，现在18:9屏玩游戏，尤其是王者荣耀还有点是吧，硬件这个加持，你的视野还更宽一点因为处理器方面都是这个625嘛，更推荐5P 一些。好，来看下一个是我叫张德帅，也是长得帅是吧？也是来自B 站的小伙伴。老白，请问三星的 Note 8和 S8 的皇帝版该怎么选？我个人更相信 S8 的颜值，但是现在买 S8 合适吗？ S9 要出了有没有更好推荐？首先就是 S8 的话，我个人就不太推荐了，因为它时间确实比较长了，而且呢，发布时间长了之后，尤其是还有港版还有什么韩版这个水就比较深了。我不知道你的购买渠道我觉得现在购买这个 Note 8是比较合适的选择，个人更推荐这个Note 8。另外 S9 也快了，你刚买完 S8 ，S9 发了，是不是有点不爽？好，来看下一个，依旧是 B 站的小伙伴冰这个字不认识不好意思。小白，这个 iPhone X 的 Face ID 睡觉的时候用手撑开眼睛能解锁吗？我可以现在给你试一下用手撑开眼睛，是解不了的。为什么呢？我先试一下就是这样肯定是能解开的因为这个露露的就是戴帽子戴眼镜的。你在侧边的时候，你的手会遮挡你半张脸，比如说你这样的话，所以说就解不了了。还有就是谁待着没事用手撑开眼睛你想偷偷解别人手机，你撑开人家眼睛，人家就醒了，好吧？OK， 来看下一个问题是来自微博的小伙伴兔飞梦景。iPad 或者是 iPhone 用小米、魅族手机的充电器连接第三方的苹果数据线充电，会对 iPad 或 iPhone 有什么不良影响吗？谢谢。这个问题好像其实之前跟大家聊过，就是第三方配件的问题虽然说是基本没有什么影响的，但是对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我还是建议大家
这个用原厂的，因为一旦出了什么事儿，如果你要维权的话，或者说你要售后的话，它首先鉴定是不是用了它原厂的数据线和充电器。其实我就用这个是吧，很多第三方的充电，但是还是建议你用原厂的。好，下一个问题是来自微博的小伙伴静雨夜啊，很诗意的一个名字。山无棱，天地合。小白，这几天一直在报一加的安卓8.0用的安卓7.1.1的底层，而且还和第三方开发者怼起来了，还怼了属于极客的小部分人，你怎么看呢？其实这个事儿呢，我并没有特别关注，因为我对这个底层开发这方面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也有耳闻。首先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啊，因为我确实对技术不了解。但是如果要是有人就比如说开发者提出来这件事儿，那也肯定是不可能空穴来风。希望一加这边。还是那句话吧，就像一加5T 最后说的，做一些自己的东西。现在一加的手机，好多都是没有自己的东西，就是没有自己的性格。除了把这个性能调教的比较激进之外，希望一加下边真的是不将就一些啊。好，来看下一个问题是来自微博的小伙伴夏柳青58376。小白，话说你有独特的抢购技巧吗？我们16个人订今天的一加5T，只有1个人抢到了和套餐版的啊。其实这个抢购技巧啊，之前大概在去年的时候啊，我在微信公众号跟大家分享过一期啊，就是开 VPN， 就是把 IP 呢挂到国外，然后这个时候啊，在秒数上，就比如说啊，它有倒数几秒要开始嘛 ，VPN 呢好像是要比国内的网速要快个2-3秒，这个我是经过实测的啊，当时是可以的，但是后面好像是改版了之后就不行了，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啊。现在普遍手机相对来说都好抢一些了。这个没有那么像之前那样，就是抢个手机这个头都要顶破了那种感觉。如果想尝试的话呢，可以试一下，就是开一个 VPN， 但是各个手机各个官网呢也都有不同，你可以多试一下。但是最重要的是人要帅，姿势要对啊。这不要脸还在笑。好，来看下一个是来自 B 站的小伙伴 Fat Chat 啊，是这么读吗？小白你好，我想问一下，6G 的手机与8G 的手机区别大吗？最近想入手一加5T，不知道买哪个版本好。1加5的那一期视频中呢，会跟大家聊了一下这个6G 和8G 的区别。其实实际使用中呢差别并不大，这个8G 呢可能更极客一些。还有就是，如果你想买一台手机使的时间稍微长一些的话，那8G 的肯定要比6G 的使的要长一些。OK， 来看下一个是来自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小伙伴，特意让隐藏名字啊，白爷，我靠，这个名称太大了啊！这个坚固 Pro 2和360 Pro 该怎么选啊？快纠结死了，头发都白了，身子都虚了。这个坚固 Pro 2和360 Pro 这两个手机呢，都给大家做过视频，但是呢，这个详细的对比啊，他们两个在一起的倒是没有做过啊。这两台手机啊，我个人可能更推荐。这个坚果 Pro 2一些这个不是跟我喜欢老罗啊跟锤子啊没有什么关系，我只是单纯的从这个手机的颜值上来说，因为我觉得今年的这个中端机型的18:9全屏手机中，坚果的这一台是不错的，而且坚果这台手机整个的完成度是比较高的，包括 ID 上方面啊，包括这个相机方面的提升啊，这个30的这台手机呢也没什么问题啊，做的呢也很有精致感，照之前的，但是这个我可能就是外貌协会一点啊，整体手感颜值上可能照这个坚果上稍微差一点，我可能更倾向于坚果 Pro 2了，我个人观点啊。好，来看下一个是来自微博的小伙伴彼得潘矮翼。白哥准备入手一架旗舰机，你觉得哪一架比较好呢？价钱嘛，3000万上下吧，是吧？3000万这个旗舰机你肯定是买不了的啊。波音的话呢，应该也都是在2亿美元左右。然后空客的话呢，应该也没有3000万左右的啊。OK， 开玩笑，3000块钱左右的话，其实可以购买这个下半年的这些各家的全屏手机了啊。我个人可能更倾向于V10或者说5T，他们俩之间做选择吧。可以去看一看我微信公众号的数据库，做一下对比，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测评视频。OK， 第15期的白问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如果你这期没有上电视呢，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问”，是专门提问的啊。这个每天6点我们会更新一个有趣有料的科技小视频啊，比如说手机方面的技巧啊，还有就是微信啊各个软件啊，还会分享一些
各种免费的资源给大家。关注我们的白问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每天6点见。OK， 这个隔的时间稍微有点久啊。这个上期的中奖观众呢，就是这位小伙伴啊，在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私信我们就可以了。这一期的奖品呢，还是老规矩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问后台回复“干货多，屁话少”这6个字我们将会送出小米的这个一套这个威哈的螺丝刀，极客理工男必备是吧？一定要动手能力比较强，这套螺丝刀。公众号白问，赶紧回复“干货多，屁话少”就可以了。好了，干货多，屁话少，白问，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希望下周更新啊，不要再2周一更了。